沈家，我沈婉回来了。小祖宗，这就是从小把你抛弃的沈家吗？是啊，15年前，我被沈家假千金陷害，亲生母亲却偏爱他，一巴掌把我打得摔落山崖，不管不顾就走了。幸好师父捡到了我。沈家人真该死，不过从来没见过这么浓的邪气。沈家人想不死也难啊！他们死不足惜，但师父说，如果放任这来历不明的邪气不管，必会祸及全城。正好也和沈家人做个了断。小祖宗加油！太吓人了，我先溜了。请。你是婉婉？爸爸。婉婉，你受苦了。当年是他自己在山里乱跑走丢的，受苦那是他自找的。听说他在乞丐村长大。乞丐村那是师父为了避免外人打扰施展的障眼法。被乞丐养大，真是给沈家丢人。说到丢人，爸爸，你山根凹陷，印堂发青，最近确实有让你丢人的事情。多了个乞丐女儿，当然丢人了。与我无关。简单来说，爸，你被绿了。沈婉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你出轨了。逆女，居然敢诬陷我！姐姐，你怎么能往妈妈头上泼这种脏水？沈婉，你一家人本来过得幸福美满，你一回来呢，就开始挑拨爸妈，立刻给我滚出沈家！沈总，你快看新闻，太太被拍到跟男人去酒店过夜。说什么？这个男人是谁？老公，这是误会，他是我在国外的老同学。那天回国接风宴上，他喝多了，我送他回酒店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难怪你开房住一夜，纯聊天吗？爸爸，妈妈绝不可能背叛您的。是啊，爸，你可千万别被某些人挑唆了。公司马上要上市了，在这个时候不能闹出大丑闻。新闻的事我去解决，以后给我安分点儿。我知道了。姐姐，一定是怪罪我抢了属于你的宠爱，才怪罪妈妈的。既然姐姐回来了，我这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也是时候离开了。浅浅虽然是被我们沈家收养的，但这些年我们早就把她当成了亲人。你要是再敢针对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浅浅，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，谁也不能取代你的地位。妈妈，哥哥，你们不要这样，姐姐才是你们的家人。我必须离开。浅浅，你要走了，妈妈可怎么活呀？是啊，妹妹，一看你和妈妈的感情就很好，你们怎么可能舍得分开呢？算你识相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妈妈和妹妹一起搬走吧。好你个沈婉，你回来就赶我们母女出去。是你舍不得她，一起搬走是最好的办法。哦，房间在哪里？我去帮你们收拾行李。爸，今晚4大家族的晚宴，我和妈妈还要帮忙张罗呢。既然不想走，那你刚刚在演什么？我好了，婉婉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你想要什么，爸爸都答应你。我想要……姐姐，你一定想要钱吧？咱们沈家虽然是首富，但是爸爸赚钱很辛苦的。你别烦他，你要想要钱，我给你1000块够不够？
沈婉，你疯了！婉婉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果然是个没有教养的乞丐！哎呀，对不起，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我们乞丐村，帮主说话，谁要是敢插嘴，是要挨巴掌的。爸爸刚刚说话，妹妹插嘴，是对上位者的不敬，所以我没忍住，才动了手。沈婉，这里不是乞丐村，无论在哪里，上位者为尊是不变的道理。爸爸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谁都要尊敬他。婉婉说的对，浅浅，以后爸爸说话不许插嘴。是。先吃饭吧。姐姐，快吃吧，你在乞丐村吃不到这些好东西的。我们浅浅真是善良，不像某些人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邪气，有趣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婉婉，姐姐，这些年我太想你了，所以特意给这只小母狗起名叫婉婉。你看，它的眼睛是红色的，多可爱啊！而且婉婉跟我心意相通，是条神犬。蠢货，他沾染了邪气，自然跟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心意相通。这口最通人性了，连他都不欢迎某些人。呀，原来是姐姐抢了婉婉的狗粮碗，难怪她这么生气呢。姐姐是在乞丐村跟狗抢习惯了吧？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幼稚的下马威了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被沈家收养10多年，你就学到这点本事了？什么下马威？浅浅心思单纯，不像你心机重。你把佣人叫来，我就不信没有人吩咐，他们敢用狗碗给我盛饭。多大点事儿啊，还刨根究底的，真是小家子气。吃饭。这狗是4大家族之一裴董救治过的，我们为了攀附裴董，动用了很多人脉，才从救助站领养的。他呀，可比你金贵多了，能用他的碗，那是你的福气。哼，行了，房间准备好了吗？先让婉婉回房休息吧。跟我来吧。姐姐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快进去看看吧。你让婉婉住狗窝？沈婉以前那个房间给浅浅当衣帽间了。再说了，他刚从乞丐窝回来，说不定身上还带着什么细菌病毒呢。先在这里住着吧。姐姐，这狗房宽敞得很，肯定比你在乞丐窝住的强多了，里面还有空调呢。乞丐村应该没有空调吧？正好让你开开眼，知道什么叫冬暖夏凉。家里又不是没有房间，这不合适。爸爸，我让姐姐住这儿也是为了沈家好。要是让今晚的贵客知道你有一个当乞丐的女儿，一定会看不起您的。今天的晚宴关系到沈家的未来，的确不容出一点差错。还未来？这邪气这么重，过几天你们哭都来不及。让你住狗窝，已经是你天大的福气了。难不成你还想睡房间不成？切！婉婉，上流社会最重声誉，你就先委屈一下，在这儿将就一晚吧。爸爸，我倒是不介意，但为了沈家，我不能住在这儿。不想住就明说，拿沈家当什么借口？虚伪！爸爸，我流落在外，并不是你的错，别人未必会看轻你。但如果你让4大家族知道
你让在外流浪10年的亲生女儿住狗窝，他们会怎么想？这倒是，要不是你的提醒，我在4大家族心中的形象就毁了。立刻去把婉婉原来的房间收拾出来，给她住。可那个房间浅浅要用，浅浅已经有好几个衣帽间了，差这一个吗？立刻去办。姐姐，你怎么一回来就抢我的东西？我是沈家的亲生女儿，那个房间本来就是我的，我拿回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，怎么就变成我抢了你的？婉婉说的对，浅浅，把房间还给姐姐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欺负我呢？姐姐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，居然连一条狗都不放过！沈婉，这条狗是我们的家人啊，我们不建议你在外面长大，让你回家。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，你又敢伤害我们家人。哥哥的意思是，这条狗才是你的家人，我不是你的家人，它比我重要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我在外流落惯了，自我保护是种本能。沈玉，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？还有你，沈思浅，你怎么养狗的？居然让它敢随便咬人！这狗果然懂我心思，咬最好咬死它。舔狗遇到我，算你运气好。畜生！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去跪舔别人！放开啊！我先送芊芊去医院，回来我再跟你算账。你身上的邪气和沈家人的不一样，是救助你的人那里沾染来的吧？有点意思。隔壁的老头今早死了，以前身体很硬朗的，这2个月突然病重，听说他家刚出生的孩子身体也出了问题。沈家该死，但这里的邪气太重，连周围的老弱病残都受到了致命伤害，必须尽快处理。天地清灵，万法归宗，过！你的孩子很快就会痊愈的。裴董，沈和明又来了，想请您参加今晚的晚宴。这种人为了攀附，恨不得跪下舔脚。我最看不上这种人，而且我现在也根本出不了门。我已经赶他走了。您的信。这，快去沈家！哎，裴总，您不是说看不上沈家吗？青云道长说了，他的爱徒就在京都，正是沈家千金。我有救了，我终于有救了！青云道长说您今年有死劫，您今年出了3次车祸，2次洗澡差点溺水，好几次吃饭差点噎死，你已经半年没出门了。青云道长说，我的死劫
他都无能为力，只有他的爱徒可以化解。这沈家千金，也就是个小姑娘嘛，真有这么大能耐？青云道长的话绝不会有假。这沈家居然能培养出他的爱徒，我还真是小看沈鹤鸣了。你去准备厚礼给沈小姐送过去，我收拾收拾去赴宴。嗯。走吧，走得快，上来。姐姐，这么重要的晚宴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我的裙子好看吗？妈妈特意给我选的，要好几10万呢。你花着沈家的钱，嘲笑沈家的亲生女儿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连你养的狗都知道讨好我这个真主人。你让狗咬我这事儿，我回头再跟你算。但你是沈家真千金又怎样？爸爸妈妈和哥哥爱的是我。你不会真以为我稀罕他们的爱吧？这就是沈家刚认回来的千金，虽然穿的寒酸，但也太有气质了吧？沈婉，你竟然抢我的风头！没给婉婉准备衣服吗？我给忘了。方助理，您怎么来了？沈总客气了，裴总马上就到，让我先给沈小姐送礼物。裴总给浅浅送礼物啊！沈家现在有2位小姐，具体是送给谁的呢？她沈婉算哪门子小姐？她也配？沈婉昨天刚回沈家，裴董不可能认识她。裴董啊，一定是知道我们家浅浅聪明貌美，所以前来示好。快去！来，妈妈帮你戴上。哇，好美啊！这不是裴总3年前在港城拍摄的珍藏吗？价值3个亿呢！裴总这么看重沈小姐，沈家这是要飞黄腾达了呀！恭喜恭喜！我这就出去迎接裴总。姐姐，你刚从乞丐村回来，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，千万别慌啊！沈家大小姐居然是从乞丐村出来的，她身上会不会有病毒啊？离远点！妈，放心，一会儿我一定会在裴总面前好好表现，争取拿到合作。真是我的乖闺女，不像某些人只会给沈家丢脸。沈婉，有裴家给我撑腰，今晚我要你沦为丧家之举。浅浅，送给你的。这也太贵重了吧！你是我们沈家的小公主，够贵重才能配得上你。听说沈公子是宠妹狂魔，今天可算见识到了。对没有血缘的妹妹都这么好，对亲妹妹岂不是要宠上天呀？当然，哥哥给姐姐也准备了礼物。喏，给你的，打开看看。什么味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好臭！姐姐，哥哥的助理找了一整天才找到一个臭乞丐，花了20块钱在他身上脱下来的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找回以前熟悉的感觉？早知道啊，我就把那个乞丐给带回来了，说不定你们俩呢，还是同事呢。姐，你只配穿这个。姐姐，
你是想当场试穿一下，看合不合脚吗？既然那么喜欢我，那就赏你了。浅浅，快吐出来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浅浅，出来呀！你今天做了什么？快把信拿出来！你打他10个巴掌，就可以拿出来了。荒谬！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邪乎的事情？况且浅浅是我最爱的妹妹，我绝对不可能动手打她。那就让他含一辈子吧。你，我，浅浅，你想让我照做？那你忍着点儿，记得用全力打，不然可就白打了。你这死丫头，太过分了！他自找。放肆！黑洞在此，胡闹什么？沈家人一定把青云道长的徒弟看得比眼珠子还重，穿得这么奢侈，是他没错。沈小姐果然贵气十足啊！裴董，我就是您看中的沈思浅，说来我们也有缘分，我还领养了您救助过的狗呢。哦，能和沈小姐共养一只狗，是我的荣幸。天哪，裴董居然这么看重沈小姐！我跟沈小姐有缘，沈家想要的合作，我同意了。多谢裴董。谢谢裴董，刚刚的事让您见笑了，我被姐姐欺负习惯了，我没事的。这是想让我替她出气？这小姑娘年纪不大，但气场强大，绝非一般人。浅浅是裴董看中的人，你怎么能欺负她呢？立刻道歉！哎，这姐妹之间小打小闹，哎呀，无伤大雅。都怪我太善良，姐姐不仅得寸进尺的欺负，连我和裴董喜欢的狗都不放过，一巴掌把他打死。他居然虐杀小动物！裴董爱狗如命，救助过几百条流浪狗，这下他完蛋了。这孩子眼神干净，不像是会虐杀动物的人呢。这……哎，裴董，邪气这么重，难怪连救助过的狗都会感染。裴董，你怎么样了？裴董是听到有人虐杀小动物，他被气到了。沈婉，肯定是裴董要是给我3长2短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沈婉，他才是青云道长的徒弟。沈婉，裴董已经亲自指认你了，你这个祸害！沈小姐，你是这世上唯一能救裴董的人，求您出手！难怪裴董这么看重沈思浅，原来知道他是医学系的高材生。我当然愿意亲力救治裴董，可姐姐把他害成那样，如果不惩戒，以后只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害人。沈总，您这个女儿简直太可恶了，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！方助理息怒，你还不快下跪道歉！跪下！我凭什么道歉？沈婉，今天不给我下跪道歉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！你以为我稀罕你？你冥顽不灵，又害了裴董，从现在起给我滚出沈家！我这就为裴董医治。你干什么？你救不了他，我救不了他，难道你能救？没错，只有我能救。沈婉，你是被沈家赶出家门，受了刺激，疯了吧你？我们浅浅可是医学天才，你一个乞丐，连和他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来人，把沈婉给我拖下去，耽误浅浅治疗。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沈总，我动不了了。
一定是沈婉带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进来。你想干什么？裴董身份尊贵，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靠近的？让开！奇怪，我怎么不自觉听从司命了？这叫什么呀？这么奇怪呢？是啊，是的。为什么法术难找？姐姐，要是耽误了裴董的最佳治疗时间，你担待得起？就是，闭嘴，聒噪！大家都看到了，是沈婉在耽误我治。要是裴董有个3长2短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裴董怎么吐血了？这沈婉，裴董被你害死了！裴董没气了！孽障！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祸害？不是说你，沈鹤鸣，裴总的死，你沈家要负全责。沈婉刚刚已经被赶出沈家，这是他个人的行为，跟我们沈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没错，沈家只有浅浅这一个女儿。方助理，沈婉任凭你处置，这要杀要剐，我们沈家绝无二话。方助理，你最好现在就弄死他，这种祸害活着，谁会害人？沈婉是乱来，但沈家这么着急撇清关系，未免也太绝情了吧？就是，再怎么说也是自己亲生的，哪有急着让自己孩子去死的？沈婉，你害死裴董，罪不可恕。方助理，人交给你处置。好，杀人偿命。来人，是。哼，沈婉，12年前你没死，算你运气好。但是今天，你死定了。把沈婉给我抓起来！如果敢反抗，直接打死！打死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这不是这，裴董，你没死。你很是希望我死啊？我没有，刚刚是沈婉害的你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。对，就是他。我裴兴国多谢沈婉小姐救命之恩。我没看错吧？四大家族的裴董竟然给沈婉下跪！你认识我？什么情况？你是世界上唯一能救我的人，要不是您出手救我，我刚才就已经死了。起来吧。裴董，沈婉就是个乞丐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侮辱沈婉小姐！看样子这是我送给沈婉小姐的项链，怎么是你戴着？这明明是您送给我的呀！怎么回事？是沈家，沈家非说您不认识沈婉小姐，我现在就把项链摘下来。沈小姐，这个项链别人已经戴过了，已经配不上您了，我去给你准备更好的送你。沈婉，你究竟使用了什么邪术蛊惑裴董？没错，沈婉一定用了邪术。裴董，您清醒点，千万别中了这死丫头的邪。是啊，裴董，论能力和教养，这浅浅帅沈婉好几百条街呢。您的一世英名，可别毁在这沈婉身上啊！就凭你也配评判沈婉小姐？沈婉，居然利用裴董来羞辱我们！你别以为你用点邪术就能蛊惑人，他在场的谁会信服你？我信他。沈婉小姐，求你帮帮我。郑隐，你干什么？妈，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丈夫3年前出了车祸，至今昏迷不醒，但是
姐姐，林少爷车祸昏迷这事儿，京都谁不知道？你装神弄鬼也别净说这些人尽皆知的事情啊！丢人现眼！林家是4大家族之一，而且我刚刚好不容易求到合作，你不许胡闹！你丈夫昏迷3年，可1个月前，你却发现你怀孕了。姐姐，你的意思是林少夫人出轨，还怀了野种？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没有出轨。京都谁不知道林少夫人深爱着林少爷，您当然不会出轨。小女不懂事，请勿见怪啊！造谣也不看场合，不愧是乞丐出身。哼，原本以为他真有点本事，没想到都是唬人的。沈婉小姐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怀孕了。知意，你怎么能说出来呢？知意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就尊重孩子的意思，面子哪有意愿重要？谢谢爸，林家不愧是4大家族之一，林等如此疼爱晚辈。所以，沈婉说的没错，林少夫人真的怀孕了。怎么可能？沈婉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沈婉小姐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丈夫的。我很爱我的丈夫，绝对没有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。我根本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来的。这也太邪门了吧！这种事情还得找真正的高人。沈婉这么年轻，不可能帮得到的。你夫妻宫饱满，对丈夫极度忠贞，确实不可能出轨。林少爷和少夫人从校服走到婚纱不是秘密。沈婉，你一定是从哪儿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在这装上了。沈婉小姐，你能帮我算出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吗？沈小姐，如果您能算出来，我一定重金酬谢。孩子的父亲就是你。沈总，这就是你生的好女儿吗？沈婉，你胡说什么？沈婉，你疯了吧？你居然敢说林董和林少夫人有不正当关系？我看你今天就是要把沈家的生意全搅黄才安心。老公，可不能让他害了沈家呀！沈婉，你立刻给我滚回家去！我愿意相信沈婉小姐的能力，请你再帮我好好算算。你肚子里的孩子2个月，你好好想想，2个月前你在哪里？有什么异常？我丈夫昏迷不醒，为了方便照顾，我们早就把他接回家了。我贴身照顾他，很少出门。不过2个月前那几天，我大病了一场，总是昏昏沉沉的。就是那几天，他让你怀上了孩子。不可能的，我公公他是难得的好人，平时对我很好，而且很有分寸感，他怎么可能对我？沈婉，你居然敢往我老公头上泼这种脏水！从今天起，林家和沈家的合作全部取消，我还要告你诽谤。林夫人息怒，我一定把她带回去，好好管教。沈婉小姐，我愿意相信你的能力，还请你再帮我好好算算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林夫人一定是被人借腹生子了。没错，我在电视上看过这种借腹生子的事情，还是我们浅浅最聪明。蠢货，闭嘴！我看你就是回来祸害沈家的。沈婉改造林董的话是很错，不过借腹生子也太离谱了。算了，我不想跟你们一般见识。之一，4号还在家里面等你，我们回家。你肚子里面的孩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也是一条无辜的生命。你把他生下来，咱们林家养他。林董真是善良，这样的公公太难得了。沈婉居然敢当众诋毁他，真是可恶。爸，我不可能生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，我一定要搞清楚
现在的医疗很成熟，可以给孩子和林董做个亲子鉴定，自然就会真相大白。爸，我相信孩子不是你的，所以只要做个亲子鉴定，就能够证明你的清白了。之意，你平时知书达理，今天怎么会被沈婉蛊惑？居然还要你爸爸配合你做亲子鉴定，简直胡闹！妈，我只是想弄清楚真相，而且这么多人都听到了沈婉小姐的话，有必要澄清。行，做就做，只要证明孩子跟我老公没有关系，你必须当场磕头道歉。没问题。不行，你心虚了。亲子鉴定容易伤到之意和孩子，我有办法证明孩子不是我的。林董真是好人啊，这时候还照顾到别人的身体。瞧沈婉那咄咄逼人的样子，等林董甩出证据，哼，看他怎么被打脸。爸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快拿出来啊！我根本没有生育能力，连子浩都是我收养的。收养的，收养，亲生的呀，太乱了吧？还有这种事儿，怎么能闹成这样？是啊，撕开林家隐私，你满意了？现在总该相信了吧？怎么个生不了法？沈婉，你还要咄咄逼人到什么时候？你再敢多说一句，我一定尽全力让你们沈家破产！立刻跪下，给林董一家道歉！不说清楚，就去做亲子鉴定。我是天烟之人，根本没有行房的能力，行了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给我等着！我跟你们沈家没完！沈婉，给我跪下！要是不能得到林家的原谅，我今天打死你！沈婉小姐，既然林董是无辜的，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啊？谁跟你说的？他是无辜的。谁跟你说他是无辜的？可是他没有生育能力啊。过去没有，不代表现在没有。姐姐，你真是越编越离谱了。难不成那玩意儿还能重新长出来吗？你用了一种邪术，终于有了生育能力。不过你嫌弃人老珠黄的妻子，所以盯上了孙之意。荒唐！我一定要让你们沈家倾家荡产！你是他的枕边人，难道就没有发现他跟过去不一样吗？或者你可以现在当面检查，看看我有没有撒谎。老公，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怎么会这样？沈婉没有撒谎，所以我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。这么隐蔽的事情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因为这个孩子沾染上了邪气。之意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婆婆她人老珠黄，她不会跟我生孩子，求你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？我无怨无悔，为你生活过10几年，你现在居然嫌弃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呦，够了！不动手打女人呢？这么多年我让你养尊处优，你已经是赚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要不是图我钱，当初你就不会嫁给我。畜生！
我不仅不会生下这个孩子，我还要报警，让你坐牢。说，是谁给你施的邪术？沈婉，我告诉你，他一定会为我报仇的。那个人神通广大，你一个臭乞丐，你绝对斗不过他。我的孩子，孩子，被邪术沾染的孩子，本就生不下来。去叫救护车，顺便报警。是。居然全被沈婉说中了，也太神了吧！沈家人真是眼瞎了吧？放着这么厉害的亲生女儿流落在外，不闻不问的，把平庸的养女当宝贝供着。沈婉小姐，既然沈家不珍惜你，您就来陪嫁。只要您愿意，我愿意双手奉上陪嫁的一切。这怎么能行啊？裴董，居然这样！你误会了，婉婉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疼她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不珍惜呢？婉婉，你说对不对？我相信，爸爸。您有什么吩咐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跟浅浅道歉。哼，为什么？你今天让浅浅颜面尽失。没错，裴总刚刚不是送了你很多礼物吗？全部给浅浅。啊，原来是来乞讨的。妈妈，姐姐骂我。沈婉，你才是乞丐，连乞丐的东西都要，你们算什么？你闭嘴！婉婉，你是怎么会贤术的？哼，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乞讨的时候啊，学的这些不入流的玩意儿，丢人现眼。哼，没错，哪能跟我们浅浅比啊？我们是被京都大学破格录取的医学天才。那下次记得不要抢人项链戴哦，医学天才。你进不了我的身，退下吧。冒着灰飞烟灭的风险，也要靠近我。京都大学，有趣。婉婉，你刚回来，爸爸有点不习惯，忘记叫你吃饭了。不重要。爸爸，我要去京都大学。爸爸，我要去京都大学。去京都大学干什么呀？要饭呀？啊？去上学不行吗？你从小在乞丐窝长大，没上过学，就算想上学，那也去小学才对啊。姐姐，你嫉妒我能上京都大学，所以也想去，对不对？浅浅是高材生，你去凑什么热闹呀？啊，收起你那些攀比的心思，咱们沈家呀，可丢不起这个人。既然沈家不能安排的话，那我去找裴董。这绝不能让裴董知道我亏待了沈婉。行，爸爸给你安排，和浅浅一个班，姐妹俩有个照应。提裴董果然好使。
姐姐，这就是教室，进去吧。你先进。给臭乞丐洗澡了！芊芊，怎么是你啊？那个臭乞丐呢？这人是谁啊？好久没见过这么低级的整人方式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新同学沈婉。他从小在乞丐窝长大，没上过学，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帮助他。乞丐最脏了，他怎么配合我们一起上学？芊芊女神人美心善，这一定是她资助的贫困生吧？没错，芊芊女神漂亮大方，经常带我们去高档餐厅吃饭。像你这种臭乞丐，给她提鞋都不配。哎呀，几顿饭而已，对我们沈家来说是小钱。就是啊，这么大，造反天罡，真严府。沈婉是沈家真千金，我才是被收养的。沈婉是沈家真千金，我才是被收养的。我是沈家唯一的亲女儿，沈思浅请你们吃饭，花的是我家的钱。以后在我面前，记得夹着尾巴做人。不是这样的，沈家爱的人是我。没错，不被爱的人才是多余的。沈婉，你是沈家真千金又如何？还不是得不到爱的可怜虫。你干什么？喂，爸爸，妹妹她带头霸凌我，说我得不到你们的爱。要不，我还是去裴董家吧。你是爸爸的亲生女儿，我看谁敢欺负你！沈婉同学，我是班长叶欣雅，需要帮助随时找我。谢谢。沈思浅一定是去找陆一鸣了，你要小心。陆一鸣是谁？就是你欺负浅浅。你哪位？陆少是四大家族之一陆家的太子爷，也是我男朋友。如果你真的攀上陆家，沈鹤鸣不得把你供起来？只能说明你们是见不得光的地下情。你陆少家里管得严，现在不能公布恋情而已。你是标准的花心面相，同时交往的女生应该不少于5个吧？居然看得出来，同时交往了7个女朋友。沈思浅这个蠢货是老六。沈婉，我看你是嫉妒我有陆少这么好的男朋友。不是谁都喜欢垃圾的。你敢说陆少是垃圾？小爷我很久没见过上赶着找死的人了。陆少，你打沈婉，打我干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这手不受控制了。沈婉，你竟敢对陆少使用邪术！什么术啊？是邪术，刚才他打他呢。不会吧？班长，京都大学有什么邪门的事情吗？啊，你也喜欢看灵异小说，对不对？太巧了，我也喜欢。还真有邪门的事情，咱们学校有3个女同学失踪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没有报警吗？当然报警了，但最后找不到人，只能不了了之。
我能找到他们。沈婉，你虽然是个卑贱的乞丐，但说出这种大话，就不好收场了。就是，你要是有这能耐，我就给你下跪磕头，喊你姑奶奶。好大孙儿，跟我来吧。你有没有这么厉害？啊，这就走了？你解决什么了？这是。找到了。婉婉，找到了什么呀？失踪的那3名女生，就在那儿。这绝对不可能。为什么？那里是梁木生教授的办公楼，他不仅是医生，还是咱们学校的教授呢。这栋楼是他专属的，他最新医学、生活起居都在这里，里面还有手术室呢。这个梁木生绝对有问题。有问题的是你。杨教授可是陆少的亲舅舅，你想出风头，也要看看自己得罪的是谁。我没想得罪梁教授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立刻跪下道歉，说或许还能让你死得好看点儿。我只是打算揭穿他的恶行。沈婉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。校长，不好了，沈婉要去找杨教授的麻烦。站住！你就是沈婉？是。现在是上课时间，回去。你不想找到3名失踪的女学生吗？海董知道你今天来上学，直接捐到一栋教学楼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走不走？你别让我为难，行不行？人命关天，我今天必须要进去。舅舅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梁教授，没事儿，我马上就走。这位同学看着眼生，新来的。梁教授，沈婉说咱们学校失踪的3名女生跟你有关。梁教授，你别生气啊，他没有这样说。沈婉，是不是？是我说的。走不走？我求你了，梁教授背后是陆家，你惹不起的。梁教授，沈婉冒犯您是他的个人行为，跟我们沈家无关。好了，我不跟一个孩子计较，都回去吧。你印堂凹陷，眉毛杂乱，是极度重欲的面相。你眉尾分叉，说明已经沾上人命。那3个女生都是被你折磨致死。敢污蔑我舅舅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校长，京都大学怎么收这种品德败坏、污蔑老师的学生？沈婉同学，这种严重的指控可不是开玩笑，快给梁教授道歉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我没开玩笑。面相相似，果然外甥随舅。你找死！沈婉，想死别连累我们！你疯了，连陆家都敢得罪！你刚来上学不知道，梁教授出资在学校设立贫困基金，那3名女生都是他资助的贫困生，梁教授怎么能害他们呢？那只能说明他虚伪至极，人面兽心。住口！这学你不用上了，立刻给我滚回家！我听说沈家一直求着和陆家合作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休想！陆少息怒，我一定带回去好好管教。你这个祸害，把沈家害惨了。还带他回家干嘛？就应该直接丢回乞丐村。你干嘛？3名女生就在这里，当然是报警。混账！我虽然堂堂正正，可
是你一报警，会给我制造舆论。没错，姐姐，你不知道谣言可以杀死人的吗？我看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毁掉梁教授。婉婉，梁教授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你道个歉，咱们回去上课吧。不敢让我报警，你心虚啊？你说失踪的女生在我办公室，是不是让你进去检查，就可以停止这闹剧？是。好，我让你进去，你要找不出来，你必须公开道歉。找不出来，任凭你处置。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把你身上能卖的都扒掉，再拿去喂鱼。姐姐，这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，更别说藏3个了。人就在墙后面。这墙是实心的，不可能藏人。好了，这场闹剧结束了。我看在沈老先生的面子上，不和你们计较，都回去吧。多谢梁教授宽容，凡凡，快走。你以为你用了邪术屏蔽，我就发现不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天地清灵，万法归宗。不！居然真的有吗？怎么可能？刚刚明明没有的。哎，这是我的私人场所，你不能擅闯。如果我硬要闯，这里是我的金库，放有很多钱，我看你就是想进去偷钱的吧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当乞丐当怕了，可你也不能一心想着偷窃呀。蠢货！这里怎么会有孩子？这不是3年前失踪的女学生吗？真的在这儿？她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昨天你凌虐她1晚上之后，根本没有发现她已经死了。冤枉！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里。梁教授德高望重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不承认是吧？那就报警吧，让你和这个孩子做个亲子鉴定。毕竟，他是你的亲生骨肉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每隔7天才会进来发泄一次兽欲。他知道7天后他的孩子一定会活活饿死，所以才冒着魂飞魄散的风险来找我。她是一位很伟大的母亲。所以沈婉同学说的没错，另外2个女学生呢？是不是也被你折磨死了？另外2具尸体被他埋在这面墙里面。舅舅，你玩再多的女人都没问题，可怎么能闹出人命呢？外面的女人不够纯，只有山里出来的贫困生最干净。我投资这么多钱给他们上学，
他们当然要付出点利息了。那你就应该藏好。现在好了，让沈婉发现了。发现就发现，多花点钱不就解决了？之前2个的家里人来找，我不是以慈善基金的名义给了他们钱吗？那些穷人最好打发了。畜生！你简直不是人！我已经报警，给多少钱都没用，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沈婉，你敢害我，梁家和陆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倒是在这儿出了什么风头了？这万一连累了我们怎么办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应该纵容梁木生继续害人？死几个低贱的贫困生有什么要紧的？你敢打我？我很少亲自动手，但是你该打。沈婉，妈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居然敢动手打她，立刻道歉！她不配。爸爸，您看姐姐，昨天得罪了林家，今天惹了陆家，她除了会给沈家惹麻烦，还会干什么啊？婉婉，要做事情之前，也得先和我商量商量。晚一天，这个孩子就会多一份危险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婉婉，所以真的是这位学姐去找你，求你救她的孩子吧。虽然她恨梁木生，但她是孤儿。这个孩子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所以他拼尽全力也要让他活下去。她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亲。你的孩子会平安健康长大，你安心去吧。这样的屏蔽邪术，一般道行的人是做不到的。究竟是谁在背后帮你？想知道，下辈子吧。我怎么感觉他和林总背后是同一个人？是谁给你施的邪术？姐姐，你现在知道怕了。晚了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害怕了？哼！我现在就回陆家，你提前为自己准备后事吧。陆少，陆少，什么意思？你得罪陆家，沈家容不下你，立刻给我滚！姐姐。看样子你是没有福气过好日子了，还是回你的乞丐村去吧。当然，前提是你得有命活着回去。杜老爷子要见沈婉。是他，你们赶快把他带走，最好呀，弄死他。跟我们走吧。总算把这个祸害给送走了。我的好姐姐，永别了。爷爷，他就是沈婉，就是他害的舅舅。你知道梁木生和陆家的关系吗？知道。知道你还针对他？法治社会，无论是谁犯法，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最看不起你这种人，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。说吧，要多少钱你才能放过他？我不缺钱，在我这儿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，谈不拢，无非就是价格不到位。学校那边
我已经打点好了，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守口如瓶。拿上这张支票，给我把这件事儿烂到肚子里。听不懂人话，我再最后说一遍，梁木生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放肆！既然天堂有路你不走，那我就只能送你去地府了。你一把老骨头，我劝你别惹我，没准还能多活几年。沈婉，死到临头了还怎样？你得罪陆家，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。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这不是叔父江家继承人的玉佩吗？这玉佩你从哪儿得来的？我的东西需要向你汇报。爷爷，这个时候了，还管什么破玉佩啊？赶紧把他抓起来，折磨再说。闭嘴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爷爷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见过沈婉小姐。啊！爷爷，您疯了，居然对沈婉下跪！闭嘴！还不跪下见过沈婉小姐？要我给一个破乞丐下跪，休想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按住！是。你疯了！信不信本少爷把你们的手给砍掉？是我管教不严，请沈婉小姐饶恕一名。师父送我的玉佩，居然就能让京都大佬卑微成这样。沈婉，你这个贱人，对我爷爷使了什么妖术？敢对沈婉小姐不敬，我打死你！梁木生的事，你还有意见吗？他罪有应得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爷爷，那是我唯一的舅舅，你说要保他的。闭嘴！沈婉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逝者已矣，但受害者家属必须得到足够的赔偿。我会去办。梁家就算赔个底朝天，也是应得的报应。沈婉小姐累了吧？我现在去安排房间，让你休息。不用，我回沈家。好，我立刻备车送您回去。妈妈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没想到裴董送了沈婉这么多的好东西，这下好了，沈婉回不来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原本想着要沈婉2年，把她嫁出去联姻，没想到她这么不争气，还差点连累咱们。爸爸放心，我已经求过陆少了，他答应不会迁怒咱们的。还是我的钱最懂事，能帮上爸爸。先生，大小姐回来了。沈婉，他怎么可能活着回来？怎么，很盼着我死？陆老爷子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这您是为了沈婉来的吧？没错。您不用顾忌，沈婉任凭您处置，我们绝无二话。沈家是这个态度？沈婉的事情的确和我们沈家无关，只要您不迁怒，你想怎么惩罚他都行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难怪沈木生看不上你这个侄子。陆爷爷您好，我是陆少的女朋友沈思浅，您未来的孙媳妇儿。我知道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想跟我姐姐计较，但她做错事，必须接受惩罚。来人，张嘴！对，给我狠狠打他！哼！打我干嘛？应该打他才对。打的就是你。你是我哪门子孙媳妇儿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
丁息怒，陆少可能没告诉你，但是他们在谈恋爱是事实。哼，什么谈恋爱，年轻人玩玩而已。再说了，就算真是我孙媳妇，也不能对沈婉小姐不敬。您叫她什么？沈婉小姐能查出女大学生失踪案，揭发梁木生的罪行，她是个有本事的人。听说你们沈家居然急着跟她撇清关系，真是愚蠢之极。您的意思是，您不怪罪沈婉？当然，沈婉小姐是我陆家求都求不来的座上宾，你们沈家有眼无珠，根本就配不上她。你不是给陆老爷子下降头了吧？哼，一定是这样，要不然陆老爷子这么尊贵的人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放肆！再敢羞辱沈婉小姐，别怪我陆某人不客气。这些不是我的吗？谁允许你们动的？看样子是以为我会死在陆家，想占为己有。敢动沈婉小姐的东西，来人，立刻砍断双手！不是我。那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？还给你。被你碰过的东西，我嫌脏。滚！别得寸进尺。是吗？那我偏要。既然沈婉小姐嫌脏，那你们全都买下来吧。买下来？这些珠宝加起来，起码几个亿啊！谁让你们手欠？立刻给沈婉小姐转钱。快点！爸爸，救我！好，我立刻安排秘书转钱。沈婉小姐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有什么吩咐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好。沈婉，你究竟对陆老爷子做了什么？他刚刚不是说了，我查出了梁木生的事情，他很敬佩我。怎么可能？陆家和梁家是联姻的，陆家怎么会为了你一个卑贱的乞丐放弃梁木生？这你就要去问他了。婉婉，你真的这么厉害，能破解离奇的事件？老公，连你也相信啊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最清楚不过了，只是运气好而已。哼！闭嘴！我问你了吧？爸爸，你刚刚那么痛快地答应给我转钱，是有事要找我帮忙吧？爸爸是想让你帮忙找到你大奶奶。大爷爷沈望山的妻子。没错，她失踪了将近50年，只要你能找到她，你想要什么，爸爸都给你。哟，爸，大爷爷找了几10年都没有找着，你指望他能找到呀？婉婉，你大爷爷以为妻子是被拐卖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在寻找的过程中解救了上百名被拐的妇女。这样的人功德无量。切，还有你说大爷爷年轻时就是大佬人物，是京都4大家族之一，爸爸就是靠他的投资和指点才有今天的。你大爷爷时日无多，他亲口答应我，只要我能帮他找到妻子，他所有的财产都给我继承。大爷爷膝下无子嗣，无论找不找得到，他的遗产都是咱们家的。那如果我能找到他的妻子，遗产是不是全都属于我？沈婉，就凭你也想跟我争大爷爷家的遗产？你害怕？那我偏要抢。你爸，沈婉今天是运气好，才找到那3个女生，但是她绝对没有能耐找到大奶奶。没错，爸爸，你可千万别被沈婉这点3脚猫功夫给骗了。婉婉，你真能找到吗？带路。
好，好。哼，妈，哥哥，我们跟去看看，一定不能让他找到大奶奶了。走。张妈，我们来看望大伯。我去通报。爸爸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大架子？张妈10几岁就被父母卖进了沈家，你大爷爷可怜她，出钱给她上学识字，她感恩。在沈家一伺候就是几10年，一辈子没有嫁人，是个难得的忠仆。这房子不太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？是不干净吗？就是太干净了，所以不对劲。神神叨叨，净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胡话。一般房子太干净，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房子的主人不是普通人，但爸爸说大爷爷时日无多，说明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。那第2种可能呢？老爷让你们上楼。走。大伯，我带婉婉来看你来了。你就是婉婉。大爷爷。像，跟我那死去的弟弟长得太像了。来，到大爷爷这儿来坐。眼神干净清澈，是个不错的孩子。这些年，无论我怎么讨好，他都没正眼看过，凭什么对沈婉就这么好？哎，大爷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沈婉呢，不仅欺负浅浅，还在外面惹是生非呢。是啊，大伯，浅浅有多乖巧，您是知道的，您可要替她做主呀。最好现在就把沈婉赶出沈家。沈婉是咱沈家的血脉，就算犯点错，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婉婉，你别怕，天塌下来，大爷爷给你兜着。大伯，您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小玉上高中的时候把同学的腿打断，请您出面摆平，您都不肯，那她也是沈家的血脉啊。我是老了，但我不是傻了。你们一个一个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思，还不是惦记着我的财产。大伯呀，冤枉啊！我们是真心孝顺您的。婉婉学过点术法，不仅救了裴董，还查出了林家和梁家的事儿。我是想让他算算大伯母的事儿。老爷这2天心情刚舒缓点儿，你就跟他提这事儿，给他添堵，是何用意？爸爸，你真的会算命？大爷爷福泽深厚，可惜面带寡笑，注定孤独终老。净说点废话，这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吗？我孤独终老，这已经是事实。爸爸，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大奶奶在哪儿？大奶奶她就在家里。姐姐，你是在戏弄大爷爷吗？大爷爷，沈婉呀，根本就不配当沈家人，就应该早点把她送到京城病院去啊！我叫你来算他大奶奶的事儿，没叫你胡说八道。我没有胡说。闭嘴吧你！大伯母在家里，在哪儿呢？可笑！罢了罢了，鹤鸣，带他们下去吧，我累了。大爷爷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大爷爷，大奶奶她的确在家里。
我可以找到他。沈婉，大爷爷身体不好，你再胡闹惹他生气，后果你担得起吗？好了，老爷要休息了，你们都走吧。不信的话，就跟我来。快扶我下床！来。哎呀！春晚，你说大奶奶在家里，人呢？这些花养得不错。夫人生前最喜欢在这种花，老爷平时最多的时间就是待在这里打理这些花。生前，大奶奶不是失踪了吗？你怎么这么肯定她已经死了？我说错话了，我该死。姐姐，张妈是照顾大爷爷的功臣，你干嘛为难她？就是小心眼，不像我们浅浅端庄大气。他爱花如命，我替他把花种好，免得他回来不高兴。没想到一种就是几10年，这花开得特别好，可他人却再也没有回来。大爷爷，他一直在，而且就在这些花的下面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奶奶已经死了，而且就被人埋在这花丛底下。姐姐，你居然敢诅咒大奶奶，看把大爷爷气成什么样了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立马给我滚！别让大爷爷生气。婉婉，这话可不能胡说。我有没有胡说？把这些花挖出来就知道了。混账！这些花可是老爷的宝贝，挖了它岂不是要了老爷的命吗？没错，这些花都是大爷爷亲自打理，任何人都不能擅动的。你居然要毁掉它，我看你是诚心跟大爷爷过不去。大伯，对不起，我这就带这个木孝女离开。大爷爷，你要让大奶奶死不瞑目吗？沈婉，给我闭嘴！如果挖不出大奶奶的尸骨，我任凭你们处置。好，听你的。老爷，这花是夫人心爱的宝贝，不能挖呀！挖！婉婉，这哪有你大奶奶的尸骨啊？不急，姐姐，要是挖不出大奶奶的尸骨，让大爷爷亲是罢了，你罪过可就大了。没错，要是让我继承不了遗产，我绝不轻饶。爸，大奶奶不可能在这里，你现在就把沈婉扔回乞丐村。挖到了。这是我送他的镯子啊！难道他真的在这里？继续挖！清楚！爷爷，这怎么可能？失踪了几10年的大奶奶，真的被埋在自家花园里。婉婉，你立大功了。清楚，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究竟是谁干的？凶手就是他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杀夫人呢？沈婉，
你少张口就来！张妈对大伯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会杀害他心爱的妻子？张妈的确不可能杀大保姆。当年家里失火，是张妈救出了被困的大保姆。凶手可能另有其人。大爷爷，他救过大奶奶，不代表不会杀他。姐姐，我猜你是觊觎大爷爷的100亿家产，急着讨好他，这才随便指认张妈是凶手吧？好啊，你个神丸，为了贪图钱财诬陷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就凭你，也想动我？我眼睛花了。妖孽，十万绝对是妖孽！妈，你看，大爷爷，相信你的能耐了。凶手真的是张妈妈。我现在报警，你早晚得着，而且敢做不敢当，我大爷爷会更鄙视你。老爷，我承认，人是我杀的，可是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几天你出差没在家，我撞见夫人跟别的男人鬼混，他想杀我灭口，我是反抗的时候不小心杀了他。住口！青竹怎么可能和别的男人鬼混？不许你污蔑他！真是为自己找了个好借口。也是，人已经死了几十年，现在也没法跟你对峙。这是真的。你自私刻薄，为人阴质，就是为情所困的面相。你是因为爱上了我的大爷爷，所以才杀害了他的妻子。我的爱意隐藏得这么好，你居然能看出来？你可没有那么好心会救人。当年那把火是你放的吧？为的就是让大爷爷感激你。这么说，婉婉说的都是真的？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为什么要这么狠心的杀害他？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才会爱上你，我才会恨他，加入我们这个家。都是我引狼入室，是我亲手害了青竹。没错，他如果不加入沈家，就不会死。我讨厌看到你们俩恩爱，讨厌看到他一脸幸福的样子，所以我要杀了他。趁着你出差不在家，我终于可以下手了。杀了他以后，我还会让他那张讨人厌的脸。他不是喜欢种花吗？我撕了他的花肥，让他死得其所。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你在撒谎！我没有！大奶奶根本就不是你拿花瓶砸死的。阿德，救我！他没有死，他在向你求救。可你将他活埋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个家太干净的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有人在这里施了邪术，导致那些邪物不敢靠近。这里有邪术？这里有锁魂阵。锁魂阵是什么？那是一种极其阴毒的邪术，会把大奶奶的魂魄永远镇压在这里，
导致大奶奶有事不得超生。大爷爷，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大爷爷，大爷爷，大爷爷，他自有法律的制裁，杀了他不仅会脏了您的手，还会影响您来生和大奶奶团聚。这锁魂阵是近几年才布下的，你一定是经常做噩梦，才去求来这法阵压制的。是，我经常梦见他，满脸是血，问我为什么要杀他。能布下这锁魂阵的，绝非一般人。究竟是谁在背后帮你？这个幕后之人，不知道还要做多少恶事。你难道还要助纣为虐吗？是不是我说了，你就会少恨我一点？回答婉婉的问题。我也是通过黑市找到他，但我没见过他的真容，只知道她是个女人。何梅啊，把他送去警局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大伯，我们帮您找到了大伯母，那您的遗产？青竹，是婉婉帮我找到的，有你什么事？滚！可是闭嘴！敢惹怒我大伯，我打死你！快走！大爷爷，婉婉，你听我说，大爷爷，谢谢你解开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心结。大爷爷知道你神通广大，能不能求求你帮青竹破了这锁魂阵，让他早点去投胎。天地清灵，万法归宗。破！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大爷爷，你们好好告个别吧。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。望神，随时间漂泊。别看，我现在已经是个糙老头子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我深爱的丈夫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不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这辈子能嫁给你，是我最幸福的事情。你等我马上就来。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，下辈子我们一定能白头偕老。我有雨轻叹气，琴声里抽几许关于你，轻叹一首别离，还在爱你，缘分竟然默许你离去，轻叹一首别离，名为茉莉，愿成花瓣落地，了断了过去。来，恭喜爸爸，大爷死了，他的遗产全是您的了。老公，浅浅是咱们的宝贝女儿，你继承了这么大一笔遗产，可千万不能亏待她。没错，爸，这沈家产业必须由我和浅浅平分。这是自然，将来啊，都是你们两个的。爸爸，可是现在家里还多了个姐姐呢。我不让她回来，给她吃饱穿暖，已经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了。她哪有资格跟我们争家产啊？就是，
他要是敢有这个念头，看我不打死他！爸爸，姐姐从小在乞丐窝长大，驾驭不了沈家家产的，不如早点把她嫁出去，还能赚点彩礼呢。婉婉是会点玄术，但终究上不了台面。早点把她嫁出去，换点彩礼也好。沈婉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好。各位，我是沈老的律师，现在由我宣读沈老的遗嘱。妈，沈老名下所有财产都将由沈婉小姐继承。你没搞错吧？这的确是沈老亲自立下的遗嘱。不会，沈婉，他凭什么？一定是沈婉收买了你，更改了大爷的遗嘱。沈小姐不是名校高材生吗？为什么会说出如此愚蠢的话？你够了！大伯的律师团队，没有人能够收买，更别说婉婉了。婉婉，你大爷爷的遗产太多了，你驾驭不了，还是交给爸爸打理的。没错，趁律师在，把遗产交出。你在命令我？我是你哥哥，沈家未来继承人，你当然要听我的。沈婉，我们让你回沈家是你天大的荣幸，你该不会还想霸占着你不该得的东西吧？沈小姐帮助沈老找到了他的妻子，这都是他应得的。姐姐，他这么帮你，还说你没有勾结，他这么帮你说话，你不会是已经睡了吧？看来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婉婉，你别生气。怎么跟你姐姐说话的？道歉！你打钱钱干什么？想要拿到钱，就别招惹他。钱钱，道歉。对不起，这也没什么诚意。婉婉，他都给你跪下了，你消消气。你们刚刚是说我驾驭不了这么多钱，对吗？没错，你一个乞丐，给你几百块，你可能会高兴坏了；再给你几百个亿，你可能会被吓死吧，更别说嫁你。可我驾驭的很好啊，已经全都花光了。什么？那可是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你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花完呢？婉婉，这玩笑可开不得啊！沈婉小姐已经把沈老给她的所有遗产，都以他们夫妻的名义捐赠给了慈善机构。什么？什么？沈婉，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我这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，你全都捐了。沈婉，这乞丐捐别人做什么慈善家？爸爸，要是姐姐没回来，大爷的遗产都是您的，但是被他这么一折腾，害您白白没了几百亿啊！孽障！我怎么生出你这个孽障？你不是真心对沈家，你是回来报仇的。啊？报什么仇啊？还不是妈妈。当年是你自己走丢了，成为乞丐，那是你的命，你没有资格憎恨我们，更没有资格捐掉我们的钱。大爷爷的钱，什么时候偿你们的了？老公，你现在就把他赶走，不能让他再祸害咱们家。闭嘴！是我的亲生女儿，
我怎么可能跟他走？话说完了，我先回房休息。爸，沈婉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的，把他留在沈家，早晚是个隐患。陆家那么看重他，我怎么能不哄着他呢？哎呀，真不知道这沈婉给陆老爷子下了什么迷魂汤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加进陆家，将沈婉彻底踩在脚下。哎呀，陆少对我的表现满意吗？就是你花样多。那你什么时候娶人家呢？沈家上不了台面，我爷爷不会答应你过门的。陆少，你堂哥就要结婚了，你再不尽快把我娶进门，生下长曾孙，将来可是很被动的。我保证，婚后绝不干涉你在外面找女人。真的？当然，丈夫是天，我怎么敢逆天呢？行，我这就去找我爷爷说说。去哪鬼混了啊？爷爷，我就是出去转了一圈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破事儿啊？跟你舅舅一模一样。爷爷，我怎么能跟舅舅一样呢？玩归玩，但我绝对不会闹出人命的。你知道就好。不过，你要立刻收心，我要你去沈家提亲。那沈思前我睡得还行，就勉强答应了。谁让你娶沈思前了？那种货色我看不上。我要你娶沈婉小姐。什么？你让我去娶沈婉？绝对不行！那沈婉整天板着个死鱼脸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要是能娶到她，说明咱们陆家祖坟冒青烟了。爷爷，那沈婉究竟什么来头？沈婉脖子上戴的玉佩，是首富江家继承人的姓。就是那个祖上帮过咱们陆家的江家。没错，我太爷当年乞讨出身，是江家首领将他培育成人，才有陆家的今天。陆家家训，世代以江家为主。说白了，沈婉带着这块玉佩，我们就是他的仆人。那沈婉怎么会和江家扯上关系啊？还带着江家的信物。你看他气场那么强，像乞丐吗？沈家人眼下，你也不把他当回事儿，差点闯出大祸。那我也不用牺牲自己去娶她吧？一旦沈婉拥有江家信物的事情公布于众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娶吗？啊！江家富可敌国，拥有无数人脉资源，谁娶了她，就等于拥有了这一切。真没想到沈婉还有这种身份。你配不上沈婉小姐。这样，我对外宣布，你是陆家继承人，应该勉强有资格去沈家提亲。没想到我千方百计想要的继承人之位，只要娶沈婉就能得到。沈婉，你是我的神！爷爷，我发誓，婚后一定伺候好沈婉。陆家要来提亲。什么？陆家要来提亲了？是的，老爷和少爷已经在路上了，让我先来告知一声。陆少真是爱我，居然连夜求得陆老爷子上门提亲。这提亲这么大的事情，陆少怎么没提前知会你一声啊？他一定是想给我一个惊喜。有些人靠下降头蛊惑人心又怎样？我们浅浅才是陆少的真爱，马上就要嫁进豪门当少奶奶了。垃圾都捡，不嫌脏吗？你，爸爸，他这话要是被陆家听见，可是会牵动沈家的。没错，这陆老爷子啊，肯定是恢复理智了。我看他一会儿来啊，除了提亲，还有就是跟沈婉算账。老公，绝对不能让沈婉毁了咱们和陆家的亲事啊！婉婉，我们好不容易有高攀陆家的机会，你不能捣乱，
放心，我向来不反对垃圾分类。生娃，等我嫁进陆家，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陆老爷知道。哎，请。陆爷爷，你也太重视这桩婚事了，居然带这么多礼物来。这是自然，一鸣的妻子，是我陆家的女主人，我必定重视。陆爷爷，那如果有人得罪了陆家女主人，敢得罪她，我陆家绝不会放过。听见了吗？现在立刻跪下，给我道歉，或许我还能放过你。我需要你放过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以陆家女主人的身份命令你们，给我教训他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叫我的人，打死沈婉小姐！陆老爷子，您不是来向我们提亲迎娶浅浅吗？长得丑，想的还挺美。谁说陆家要娶沈思浅啊？不是娶浅浅，那陆家娶谁啊？当然是迎娶沈婉小姐。这不可能！陆少要娶的明明是我。陆少，你说话呀！沈思浅，我跟你只是校友，根本就不熟，我怎么可能娶你？我娶的是婉婉。陆家是疯了吗？放着浅浅这样的千金大小姐不娶，去审问一个乞丐？放肆！敢羞辱我未来的老婆，找死！陆少，我妈活的是长辈，你怎么动手打她呢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她也配当我长辈？陆少，昨晚我们在床上的时候，你明明说要娶的是我。闭嘴！居然敢造我的黄谣！你敢做不敢认！沈思浅，你再诽谤我，我就跟沈家没完！陆少，息怒啊！给我闭嘴！陆董，您看，沈婉，你满意了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沈婉小姐，我知道我们陆家家世差了点，地位低了点，但您放心，只要您愿意嫁进来，我们陆家上下一定以您为传。我没听错吧？啊，四大家族陆家，这家世差，地位低。哎，爸，陆家人高知，咱们必须办。无论要娶谁，咱们先办上再说啊！陆少要娶婉婉，没问题，这是婉婉的福气。我没有捡垃圾的习惯，回去吧。婉婉，你这是拒婚，你疯了！这可是堂堂陆家。我做的哪里不够好，以后改还不行吗？陆少是京都小霸王，在沈婉面前居然这么卑微。我没兴趣。沈婉，能嫁进陆家那是你的荣幸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你是抬举，那你嫁好了，反正陆少什么都吃。哎呀，混账东西！沈婉小姐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爷爷，我就是好奇，没忍住尝试了一下而已。陆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玩意儿啊？陆一鸣并不觉得梁木生玩女人有什么不对，只是嫌他闹出人命太丢人，再不好好管教，别怪我出手收拾。沈婉小姐，请息怒，我立刻带回去管教。臭小子，还不快走！婉婉，你怎么能拒婚呢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装清高呗，还是怕就这样嫁进陆家，等陆老爷子清醒过来，把你赶出来？沈婉，在家从父从兄，我现在以沈家继承人的身份命令你，立刻去陆家赔罪，然后嫁给陆一鸣。陆一鸣男女通吃，你让我嫁给他？
这社会这么开放啊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总之，你必须嫁。好一个在家从父从兄，这个简单，你们只要死了就好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诅咒爸爸和哥哥呢？还是说你盼着他们死？你也太恶毒了！我就说他一回来没好事儿，这下你们该信我了吧？婉婉，你是不是铁了心要和沈家作对？怎么，爸爸又要把我赶出沈家吗？我没有这么说。没有就好，我约了人，先走了。你，爸，咱们现在已经被10万牵着鼻子走了，你怎么还这么纵容他呀？我是忌惮，无论他用了什么方法，让陆家对他毕恭毕敬，我们都惹不起。切，我都说了，一定是下了轿。妈，这陆家又不是傻子啊，怎么可能会被轻下降头呢？你不懂就少说2句。我一定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让沈婉死无葬身之地。班长，怎么了？婉婉，对不起啊，本来高高兴兴请你吃饭的，但是我心情不好，影响你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男神宋新成昨晚死了。这是他什么时候送你的？你怎么知道是他送我的？就是前2天我去接机，看见他状态不好，我鼓励了他2句，他从手上摘下送我的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据说是因为抑郁症自杀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婉婉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这条手链上残存他的怨念，如果是单纯性自杀，按理说是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怨念。婉婉，你能帮忙查清真相，还他一个公道吗？为了你，我会尽力的。可是我们连明天的葬礼都没有资格参加。这个不难。喂，裴董，有个事情需要你的帮忙。好的。搞定了，明天我们一起去葬礼。好。太可惜了，这么年轻，也是可惜呀。太可惜了。对，父母也不容易呀。怎么哪儿都有你？这话应该我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宋星城是我舅舅公司的艺人。芊芊，怎么了？舅舅，这是姐姐。你就是整天惹我姐姐生气的那个沈婉。有意思。我在问你话呢，你还真是个没教养的东西。葬礼马上就开始，等晚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这新城是我一手带大的，跟自己孩子一样，他的死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，恐怕这很难走出伤痛。徐总，你是星城的伯乐，我们夫妻在这里，也多谢你多年对星城的厚爱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出什么事儿吧？怎么回事？刚刚也没起风啊。宋星城的父母
向害死他的人道歉，他自然死不瞑目。死不瞑目？怎么回事啊？婉婉，你是说是徐总害死宋新成的？对。沈婉，你一天不跟我过不去，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？居然追着我来这里诬陷我弟弟！你是什么香饽饽吗？我非要追着你来？你，沈婉，我知道你是从乞丐村出来的，没有教养，但是逝者为大这个道理，你都不懂吗？今天是新城的葬礼，谁都不能给我闹事儿。你们是裴董安排的，来送星城的粉丝吧？伯父你好，我是新城的死忠粉，这个是我的同学沈婉，他很厉害的，你一定要相信他的话。徐总怎么会害星城呢？孩子们，别胡闹了，让星城入土为安吧。啊！宋星城出生的那天，家里的猫全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阿姨，婉婉说的是真的。我非常喜欢猫，当时养了3只，可星城出生当天全死了。我们认为不祥，没有对任何人说过。小姑娘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们夫妻本是命中无子的命格，但因为行善，所以才有了宋星城。他来了，你们视为孩子的猫，自然也就留不住了。难道星城的死是注定的吗？这张照片是他出道前拍的吧？对，这是他高中时的照片。他说非常怀念高中的时光，所以我用这张照片当遗照。我看过他出道后的照片，面相大有不同。他是遭遇了情劫，性情大变。对，刚出道的时候他很正常，可慢慢的脾气越来越大，我们都认为是他越来越红，压力大导致的。小姑娘，你的意思是说星城他谈恋爱了？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。有代沟不跟你们说，不是很正常？连媒体都没发现呢，一定是地下恋情。就是。所以婉婉，星城是因为失恋了才想不开自杀的，对吗？从他的面相看，他遭遇的不是普通情节，而是被迫的。你瞎编也要有逻辑啊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谈恋爱是你情我愿的。宋星城一个大明星，还是男人，难不成会被女人强迫吗？他强迫的。婉婉，什么意思啊？是徐总强迫宋新城谈恋爱的？可是，一般的老板不是不希望旗下艺人谈恋爱吗？徐耀祖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让宋星城去陪那些投资人，有的投资人都能当宋星城奶奶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徐总逼星城去陪有钱的女人，还不止一个？对。孩子妈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艺人应酬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们宋家虽然不是什么豪门，但也绝不会让孩子出卖自己的身体。那不是还是因为你儿子蠢，他不愿意可以拒绝嘛，别人还能拿刀架在他脖子上不成？哼，要我看呀，他就是自愿拿自己的身体换资源，说不定还很享受呢。住口！我占先生绝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不许你污蔑他。一个大男人一点小事就受不了，就去自杀，要怪就怪他自己懦弱，怪不了别人。沈婉，你敢打我！侮辱无辜的受害者，打你都是轻的。这傻孩子出这么大的事，
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因为徐耀祖让他去陪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这些大人物随时都能让你们家破产，甚至走投无路。宋兴诚为了不连累你们，不得不屈从。宋兴诚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走上自杀这条绝路？因为徐耀祖已经不满足让他去陪女人了。怎么知道这个事情？畜生！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，你居然……我的儿啊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早知道当初妈妈就不该让你进娱乐圈。宋兴诚从小在有爱的家庭里长大，是个美好善良的阳光男孩，你却逼迫他走上自杀这条绝路。畜生！你害死了我儿子！我跟你拼了！沈婉，你为什么就是要跟我作对？有什么冲我来，给我听干什么？他多行不义，这种事情根本就构不成犯罪，你们不能拿耀祖怎么样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宋家人打他，都得去坐牢。喂，裴董，徐耀祖祸害旗下艺人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倾家荡产。照万小姐的吩咐，一定做到。妈妈。娃娃，谢谢你还宋兴诚一个公道。你别哭了，我现在就给他超度，让他得以安息。天地清灵，万法归宗。这也太厉害了！你还有脸回来？我肤白貌美，这张脸比你惊艳多了。爸，沈婉连亲舅舅都下得了手，迟早呢会针对我们。您今天啊，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婉婉，今天的事，你必须给你妈和徐家一个交代。我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你，爸爸，你可别被枕边风吹昏了头。徐家马上就要破产了，这个时候断尾求生才是明智之举。老公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，你一定要帮徐家度过这一关啊！你徐家向来重男轻女，所以才把你弟弟养成这副德行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我当然要护着他了。你要当伏地魔我不管，但是要连累沈家，我就跟你离婚。哎，妈，你，爸，你回来就是报仇的，对不对？我的好妈妈，你终于反应过来了。果然如此，怪不得你处处跟我作对。妈，这究竟发生什么了？当年在山上露营，他欺负浅浅，我打了他一巴掌，是他自己没站稳滚下山的，关我什么事？沈婉，你就因为这点小事你记恨妈呀？啊！沈婉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别针对妈妈。还是浅浅最心疼我。你放心，你们两个一个都逃不掉。你，现在怎么办？妈妈，我已经知道陆家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，是因为他脖子上的玉佩是江家的信物。他怎么会有江家信物？
我猜要么是捡的，要么是偷的。陆家只认信物不认人，要是这个玉佩在我们手里，那我们把它偷过来不就行了？就这么办。今天晚上必须把玉佩拿回来。哼。哥，万一把他惊醒怎么办？这好办，想办法把他弄晕不就行了？哥哥，还是你聪明。哥，这东西有用吗？这个可是我花重金买的。申万这会儿一定睡死过去了，任我们宰割。那我们还愣着干嘛？看我一会儿打死他！走。是不关我的事啊！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！别来找我！别来找我！一群废物！妈，哎，妈，哥，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妈都被吓病了，你也不管。我去跟踪了申万2天，他真的相信那个张妈的话，去那个黑市找那个女人去了。你盯着他一举一动有什么用？哎呦，别急嘛！首富江家的千金今天晚上邀请我去参加晚宴。哥，你真厉害，居然能结识江家千金。阿月，你要是成为江家女婿，那咱们就发达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等我娶了江小姐，收拾一个沈婉，根本不在话下。老板，怎么这么说？不瞒师傅，我在查一些事，可能和江家有关。师傅，江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江氏集团一直是我弟弟江河在打理，可是最近几个月一直麻烦不断，家里也怪事频发，他怀疑是风水出现了问题。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今晚江家举行宴会，我已经跟江河打好招呼了，你直接过去。哥，张总，江家不会是什么富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？那是，你可怎么可能会随便追女孩子？江小姐，若依，这两个乡巴佬是谁啊？我们是江小姐的朋友。你身上的裙子是去年的款，若依怎么可能交你这种穷酸跑呀？我们是四大家族沈家，我叫沈月，这是我妹妹沈思浅。你就是沈小姐？没错，我就是沈家千金。对对对，沈小姐，我是海城首富之女宋瑶。我这次来京都呢，一是受若依邀约，二是来结识你的。海城首富千金，居然要结识我！宋小姐你好，我不想抢了江小姐的风头，所以才穿的这款的裙子。对。抱歉啊，我不知道是你，否则我一定不会嘲笑你的。没关系，我不会跟你计较的。不愧是沈小姐，果然大气。你把遗产全部都捐给慈善机构了，太有魄力了。连我爸都一直夸你呢。你说什么？沈小姐，你就别谦虚了。虽然说沈家家世没有我们好，但是我们都愿意结交你这个朋友。就是这该死的沈婉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放过这次结交顶级豪门的机会。沈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的确爱低调，所以请大家今晚不要公开我的身份。对。没问题，我们绝不会让别人知道你来了。以后沈小姐就是我们的朋友了。阿月，你妹妹这么优秀，
一定是你教导的好。哦，没错，我从小就经常教育我妹妹，做人又善良。我们若一可很少夸男生的，看样子有情况。别胡说。我的确仰慕江小姐。相信有你妹妹的加持呀，没准你真能成为江家女婿呢。那下次我引荐你们认识。真是丢人。他怎么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了他的身份。你来干什么？哼，他一定知道我们来江家参加晚宴，故意跟来的。你有邀请函？没有。那你怎么进来的？他一定是打着我们的名号，让保镖放他进来。立刻给我滚！我可丢不起这人。沈月，抓紧时间去看看脑子吧。沈婉，现在你给我滚！别逼我动手。前提是你得动得了我。废物！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对我哥干了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若一，他是疯了吗？你怎么会邀请他来家里啊？江小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来人，把沈先生送回家。江小姐，我哥是被人害的。就这么走。怎么自己打自己？是他害我。有什么方法能让人自己扇自己啊？我也想学。这是一种妖术。江小姐，这个人不仅乞丐出身，而且心术不正，会害了在场所有人的，请你立刻把他赶走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走。我是江家请来的，你确定你做得了主？江家怎么会邀请你这种人来参加晚宴？立刻给我滚！把江河叫来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直呼江董大名！名字起出来，不就是让人叫的吗？我爸爸的名字也是你这种低贱的乞丐能叫的。你们几个，把他给我扔到后山去！听说江家后山有猛兽，有去无回的。江家就可以罔顾人命？你果然是个没有见识的乞丐啊！江家可是资产成名的京都首富，就算是4大家族加起来，也比不上江家的一根手指头。姐姐，你有幸踏进江家的大门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一路好走啊！就算是首富，也没有权利决定人的生死。你擅闯江家偷盗，误闯后山，意外死了，江家可不需要担责。难怪江家怪事频出，原来从根儿上就烂了。你哪来的资格议论江家？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扔到后山去！是。大家看，我就说他身带邪术。吵吵嚷嚷的，成何体统？江董，爸爸，刚刚这个臭乞丐不仅对您大不敬，还大闹宴会。一个小姑娘敢在我江家放肆！是江家掌权人让我来的。闭嘴！笑话，今天来的都是顶级豪门，我不让一个乞丐进来。果然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你确定你是江家掌权人？闭嘴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婉。你就是沈婉？爸爸，沈婉是谁？他就是继承了沈茂三所有资产，但全捐出去的沈家真千金。怎么可能？她才是那个捐遗产的沈小姐。是这位啊！我说怎么那么着急赶我走，原来是在这冒充我。好啊，原来你就是沈家领养的那个假千金。就是，竟然敢冒充真千金来跟我们套近乎，
真不要脸！不是这样的，沈家人爱的其实是我，那遗产怎么不给你继承呢？那还用问？假货怎么配继承？石冠，难看，你满意了？关我什么事儿？我逼着他冒充我。这个丧门星！住口！沈婉小姐是我江家贵客，谁允许你侮辱她？江导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呀！你是在看不起我？不是，我不敢。是我大哥亲自叮嘱，让我好好招待沈婉小姐。沈婉小姐居然认识江老，江老可是点睛圣手，哪怕是濒临破产的企业，只要经他指点，都能起死回生。只可惜他早已归隐山林，想要见他一面，比登天还难。沈小姐，江老在哪里？求您帮忙引荐，我愿意出1000万，我出5000万。沈婉，他凭什么出尽风头？抱歉，我不能透露他的行踪，而且我今天来江家是有正事。没错，你们不要再打探我大哥的行踪了，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沈小姐，请跟我来，请。这是怎么样？江小姐，连江总都被沈婉迷惑，结识上沈小姐，你可要阻止啊！你以为我们江家人和你一样蠢？再说了，我大伯交代的事情，江家人无条件照办。江小姐，沈婉，你为什么就是要和我作对？芊芊，别生气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哥，绝不能让沈婉抱上江家这条大腿，你必须成为江家的女婿。可是我刚刚当众出丑，那江小姐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了。把这个给他吃下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江家不认也得认。芊芊，我给江家怪罪下来呢，所以才要在江家下手啊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江家只能认你这个女婿。哥，沈婉记仇的很，她早晚会弄死我和妈妈的。只有你成了江家的女婿，才能保护我们啊！我答应你。沈小姐，请坐。江董，江小姐前不久是不是出过事？你怎么知道？是我大哥告诉你的？不是。差点忘了，你是我大哥介绍来的玄师，自然能看得出来。我们家若依从小体弱多病，半年前还发过一场很严重的车祸，医生都说活下来的概率很低。可没过几天，奇迹居然发生了。江总，很抱歉，还是准备后事吧。若曦，爸爸虽有花不完的钱，却没办法救你，是爸爸无能。下辈子别当爸爸的女儿。啊，若依，你醒了。江小姐，想必是接受最好的医疗，连医生都说准备后事，居然奇迹般的苏醒了。没错，这都是我江家祖宗保佑。若依不仅很快康复，连身体都比车祸前更好了。江家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？是啊，江氏集团最近已经接连死了好几个员工了。怎么死的？法医鉴定是猝死，为此集团被推上风口浪尖，外界都认为江氏集团苛待员工。不可能吧？我听说江氏集团是最人性化。是啊，我大哥当初把集团交给我时，留下命令，必须善待每一个员工，我一直照做。员工不需要加班，更没有高强度的工作。还有别的事发生吗？估计是集团死了人，连家里的园丁和保镖都死了3个，搞得是人心惶惶，好多人都辞职了。死的都是男人？没错，而且都是身体很好的男人，
沈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死的都是男人？你有什么发现？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只有这一个女儿？对。这么大的晚宴，怎么没看见你夫人？我夫人不喜欢见人，这种场合她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原来如此。沈小姐，你能帮我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吗？可以。太好了，只要你能帮我查清真相，无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。不用客气，我们下楼。好。沈小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有人在监视我，有意思。江斗，沈思浅他们人呢？他们兄妹刚刚跟若依一起离开了。他干什么？听声音好像是从客房那边传来的。带路。去看，走，去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好你个臭小子，竟然敢在我家欺负我女儿！江小姐，来人，沈家人给我叫来！今天沈家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穿好衣服，给我滚出来！江董，江董，您听我解释，我和江小姐是两情相悦、情难自禁的。我女儿冰清玉洁，她怎么可能跟你乱来？一定是你强迫她的。我没有，我。来的还挺快。江董，我们没有资格进来，就在大门外候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还有脸问？你儿子欺负了我女儿。这不是我。江总您息怒了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事已至此，还是保住江家的面子比较重要。对。怎么保？当然是让沈玉娶江若依，成为你的乘龙快婿了。我就说他居心不良，何止是贪图我们沈家的荣华富贵？沈婉，你给我闭嘴！江董，您可别被沈婉利用了，他不喜欢我哥，所以想借您的手对付他。对，您别信这个死丫头胡说八道。您放心，江小姐嫁到我们沈家，我们一定会对她好。就算你和江小姐两情相悦，但江家正举办晚宴呢，怎么会不顾大局，跑去跟你去床上私会呢？没错，若依，你说怎么回事？爸爸，我喝了沈玉递来的酒，然后就迷迷糊糊的，清醒的时候已经在床上了。沈玉一定是在酒里下药了。你这种男人真是恶臭。我是在酒里下药了，但是我们发生关系的时候，江小姐是清醒的，甚至还是她主动的呀。这个蠢货怎么能直接承认呢？还瞎编乱造的说江若依清醒的，这种话鬼才信呢。你想甩锅也得编个好点的理由。没错，你下药跟若依发生关系，江家为了颜面呀，不得不让她嫁给你，这样你就达到了目的。沈家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就是混账！这种儿子就该教训。怎么能给江小姐下药呢？哪来这种乱七八糟的药？你怎么打我呢？江董，药是沈思浅提供的，可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们沈家家风清正，绝不会这么下作。不管药是哪儿来的，你儿子迷奸我女儿，这是事实，别让他牢底坐穿。不行，我说的是真的呀！这江小姐真的是清醒的，江小姐，你快帮我澄清吧！啊！我喝了被下药的酒，根本清醒不了。真没想到你占了我的便宜，还要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就是，你当我们顶级豪门都是傻子吗？谁会相信你的鬼话？我信。沈婉，你会信我？沈玉目的不纯不假，但你泼脏水，就未必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药的确是他下的，但他说了，跟你发生关系时，你的确是清醒的。
还是你主动？沈婉，你会信我？沈小姐，你是我大哥介绍来的，我很尊重你，但不代表你能在江家胡言乱语，诋毁我的女儿。江董不是想让我查清员工死亡真相吗？听说江氏集团最近死了好几个员工，邪门的很，也太惨了。那些人都是被江若依害死的。怎么可能是我？你少血口喷人！这江小姐这么柔弱，怎么可能会害人？姐姐，你该不会是嫉妒江小姐是首富千金，所以才这么对她吧？你出门把脑子落家里了。江董，你现在相信沈婉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吧？居然敢往江小姐头上泼脏水，必须给她点教训。沈婉，我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，不跟你计较，你走吧。这么多条人命，不能白死。沈婉，你居然连江董都不放在眼里。我向来先礼后兵，既然不识敬敬，就怪不得我了。来人！我看谁敢动我！我大哥的传承玉佩怎么会在你身上？看样子，这玉佩很重要。当然，这是我江家最重要的信物。就算你现在让我把江氏集团给你，我都不能拒绝的。这玉佩是他偷的。沈婉，玉佩不江家东西，你把东西还给江总，并且赔礼道歉，否则我就把你赶出沈家。这沈玉都是向着江家，看来是真爱江小姐。你这么着急表现，是不是无论江若依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爱她？当然，她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无论她怎么样子，我都会深爱她。那如果她是个死神呢？沈婉，居然敢咒我心爱的女人！江若依半年前出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，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死了。之所以能起死回生，是因为用了一种邪术。这就是她为什么突然迅速康复，明明从小体弱多病，现在身体却有好转的真正原因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也太骇人听闻了！你有证据吗？这种起死回生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，需要不断吸取异性活人的精气续命。被他吸取精气的男人，死后并没有什么异样，跟普通的猝死没什么区别。那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吸取精气呢？发生性关系？这不可能！江小姐最正常不过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我信沈小姐的话。老妈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江董，我能证明沈小姐说的是真的。一个佣人也敢诋毁主人，还不快退下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王妈，有我在，放心大胆的说。我儿子是江家的保镖，前几天他刚过世，法医也说是猝死的，可是他身体很好，工作量也不大，不可能猝死。可身体好的人猝死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啊。反常就反常在，他死的前2天跟我说小姐喜欢他，一直在主动撩他。当时我还提醒他，我们高攀不上江家，让他别痴心妄想。可没过2天他就死了，小姐绝对有问题。以你的家世，应该看不上一个保镖吧？但保镖身体素质好，而且死了之后，江家赔一笔钱就够了，最符合你的需求。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都滚出我家！这么着急赶人，是因为刚刚没来得及吸取沈玉的精气，快原形毕露了吧？我让你们出去！以沈家的家世，是够不上江家的，但你需要男人，沈玉才有结识你的机会。他居心不良，给你下药，这种送上门的食物，你当然不会拒绝。沈婉，你为了针对我，真的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等会儿他原形毕露，希望你别悔教就行。沈婉，是不是今晚我没有你说的什么原形毕露，就说明你在撒谎？是，那你还是好好想想，该怎么跟我道歉。你很自信，也是。今晚你不会原形毕露，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举办晚宴。但是我来了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什么意思？
我专克邪术。你难道没有发现，从我走进江家，你的身体就开始不对劲儿了吗？你的脸，怎么会这样？沈月，快跟我到房间，给我水！婉婉，求你救我！你不是说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，都爱他吗？我的女儿明明已经痊愈了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，你用那么多无辜人的命来续自己的命，至阴至毒，必遭反噬。那些男人才不无辜，他们贪图江家的钱，个个都想爬上我的床，我这是在为民除害。沈小姐没有骗人，你真的死了？我没死，只要让我继续吸食男人的精气，我就能活得很好。你快点给我找男人啊！快去！我们江家世代清晚，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我没有管教好你，我有罪孽。背我！我有什么用？你现在应该立刻杀了这里所有人，绝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出去。若依，我们是朋友啊，你居然要杀我！谁跟你这种蠢货是朋友啊？今天你们谁也别想逃出这里！今晚受死吧！就凭你，天地精灵，万法归宗，过！申婉，好了，你好厉害啊！今天多亏申婉小姐了，要不然我们就真冤死在这里了。多谢沈小姐大恩，阻止她继续害人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不必言谢。江总，沈婉偷了你们家的玉佩，你应该处置她才对。谁跟你说项链是我偷的？不是偷的，难不成是江老给你的？没错，你一个乞丐怎么会认识江老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手脚不干净的东西？沈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允许你污蔑她。没错，要不是她，你早就死在江若依手里了。这才2分钟，你就恩将仇报，真是无耻！无论她做了什么，都改变不了她是小偷这个事实。沈小姐不像这种人，我这就去给我大哥打电话。沈小姐，这是做什么？消除他身上残留的邪气。弄虚作假。江等，怎么样？玉佩是时候还，快把他抓起来！谁允许你做我江家继承人？江董，你不会是因为刚刚的事情感激沈婉，所以才编个理由维护他？沈婉怎么可能是江家继承人？我大哥亲口告诉我，沈婉是他的继承人，他所有的资产将来都归沈婉小姐所有。沈思浅不是口口声声说沈婉小姐是乞丐吗？她居然能继承江老的所有产业，那她岂不是真正的首富？沈思浅真是跳梁小丑。我姐姐哪知想攀上江家，结果江家的财富都是我亲妹妹要的。沈婉怎么会认识江老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拿了他的钱，把他哄好了，对不对？江家继承人，找死！我说的是事实。
如果不是他出卖身体，沈婉他凭什么？你从小只知道耍心机、使手段争宠，自然只会想到出卖身体。没错，心是脏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别人给的宠爱都是虚无缥缈的，随时可能会消失。不信你问问最疼爱你的好哥哥，在你我之间，他会选谁？那还用说？虽然你是他的亲妹妹，但五哥他最疼爱，永远是我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那你还真是不懂人性。哥，你告诉他，你选的是我，给我狠狠打他的脸。浅浅，我是很疼你没错，但毕竟婉婉是我亲妹妹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，我和他之间你选谁？我选婉婉。你说什么？婉婉，我都已经选你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咱们一笔勾销吧。谁稀罕你选？行了，你口口声声说别人的宠爱不重要，可你不也是仗着沈老的宠爱才得到这一切的吗？你的眼皮子和你的银子一样浅，你以为谁都有资格当我江家的继承人？我大哥说了，婉婉是他的徒弟，但早就青出于蓝了。赚钱对他来说是最不值得一提的技能。沈婉小姐居然是江老青出于蓝的徒弟，求沈婉小姐指点。浅浅，怎么会这样？婉婉，今晚谢谢你，大家都回去吧。今晚的事情还没有结束。什么意思？既然来了，就现身吧，江夫人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江若依车祸后一直昏迷，她不可能给自己施邪术的。邪术？婉婉，你是说，是我夫人给若依施邪术？她向来温婉善良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你确定你真的了解你的枕边人吗？当然了解，我们结婚20多年，感情一直很好。那你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吗？什么身份？我师父说过，他有一个师妹天分极高，但因为心术不正被逐出师门。我说的对吗？我应该叫你白英。青云老头在10年前就放出话，说收了个天分极高的徒弟，看来的确已经是青出于蓝了呀。青云道长可是有钱人都见不到的神秘人物，沈婉小姐居然是他的徒弟。沈家何德何能，居然生出这么厉害的人物？白英，你被逐出师门，居然还不长教训，滥用邪术，伤害了那么多无辜人的性命。为了救我的女儿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江若依本就留不住，你用这种方式为她续命，是害人害己。婉婉居然说的是真的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她修炼邪术需要大量的资金，嫁入江家是她最好的选择。原来你嫁给都有自己的目的。不管我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0年不假，我为你生了个女儿不假，为我女儿杀人，我有什么错？难道你杀的那些人就不是别人的儿子、丈夫、父亲吗？他们的亲人也会痛苦，他们凭什么为你的一己私欲买单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就像你一样，心里装着什么天下苍生，有什么意义？等我修炼得道，获得了永生之法，所有人都将跪在我的脚下，臣服于我。永生，难怪当初沈家邪气那么重，原来是你选中的祭品。你在用五行之法修炼永生之术。没错，林家、梁木生，还有张马，你在操控他们的恶业，还有裴董、徐耀宗，都是你操控的对象。但裴董是个好人，
虽然没有被你的邪术操控，但也导致他厄运缠身。姜司操控这些人干什么？这5个人的五行分别对应金、木、水、火，他是要用这5个人的厄运修炼一种永生邪术。哎呀，没错，果然比青云老头聪明多了。这么快就猜中了我的目的，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修炼？我们一起永生啊！世界上哪有永生之术？更何况你用邪术害人，本就有损阴德，只会不得好死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念同门之义了。什么情况？江总，打不开啊！不可能啊！这里被他施了法，你们出不去的。这些人非富即贵，他们的命就给我当养料了。怎么办？我还不想死啊！我害怕！都怪沈婉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怎么会遇上这种邪门事儿？白鹰，还没有人能在我面前杀人。哼，自到临头了还敢说大话，受死吧！救命！若依啊，妈妈为你报仇了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破得了我的咒？沈小姐，你太厉害了，又救了我们一次。你连我都要杀？我的咒一旦施展，没人能够逃得掉。是我输了，但你不肯杀我，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那些男人的死跟我有关，就连法律也制裁不了我。沈婉啊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一定要练成永生术。婉婉是多么好的人，那双手的确不能沾上血，所以我沾。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早点发现你的真面目，没有早点阻止你继续作恶。马兰，等等我。婉婉，江家交给你了，我愧对列宗，更对不起那些无辜惨死的人，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赎罪了。这不关你的事。可我没脸活下去了，更何况我最心爱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不在了。下辈子希望能当个好人，我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的过完一生。若是不相约，回到那一天，与你挥手说再见，而后数十年，时过境迁，太多故事都在遗憾。婉婉，你起床了，现在是不是要去接管江氏集团了？沈婉，你不会又要把江氏集团捐出去吧？
我的确要去趟江氏集团，商量给几个受害人赔偿。你放心，我没打算捐掉江氏集团。那就好，有江氏集团在手，咱们花销几辈子都不用愁了。你想多了，我根本没打算要江氏集团。你疯了！别人想跟江氏集团搭上关系，都挤破脑袋。江氏集团白送给你，你不要。我对江家没兴趣。你装什么清高？不要江氏集团，我们吃什么？你们吃什么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生你养你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不管。你现在就去把江氏集团拿来，再转到浅浅名下。爸爸，就他这个态度，沈家迟早要完。你怎么跟婉婉说话的？就是因为你偏心养女，疼爱婉婉这个亲生女儿，所以他才和我们不亲近。他有什么资格跟浅浅比？你还说沈思浅连给别人下药都想得出来，我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婉婉，江家的事情处理好了吗？处理好了，逝者已逝，江家能做的，只能给那些受害者家属多点经济上的补偿。没想到首富家会出这种事，更没想到你居然是江老和青云道长的徒弟。婉婉，你真是太牛了！我运气好，碰巧被2位师傅救下，不然我早死了。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你妈妈这么偏心沈思浅呢？不重要。婉婉，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那不是沈思浅吗？奇怪，他妈怎么跟男人这么亲密啊？婉婉，你给我跟着他们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婉婉，你妈她在出轨？我去看看他们开的哪个房间，好通知我的好父亲。这个简单，这家酒店是我家开的。哎呀，快点，爸！有这么饥渴吗？连电话都不接。爸，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妈呢？她去逛街了。放屁！老板亲眼看到她和野男人私会。又是生了，这是诬陷！我作证，没人诬陷。这次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。沈思浅，看你的样子，你一定早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了。混账东西！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，望着那个贱人给我戴绿帽子！爸，别叫我爸，稍后再给你算账。哼！呀！老公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贱人，居然敢背叛我！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在帮沈家拉业务。脱光了上床拉业务，你可真给我长脸！那我也是为了沈家好呀。这位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前总，
只要能跟他合作，沈家吃喝一定不会愁的。没错，沈太太确实为了沈家，她是个难得的好妻子。还真是开了眼了，出轨都能找到名正言顺的理由。闭嘴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沈思浅和这位沈总长得这么像，没准儿是亲生父女，大家还是一家人呢。的确很像。当年你执意要求抱养一个孩子，浅浅就是你抱回来的。这些年对她比对亲生女儿还好，难道思浅？思浅？妈，难道浅浅是你和钱总生的？难怪我看钱总这么眼熟啊！他就是和你开房被媒体抓到的男人，你一直在出轨啊！当年满满出生后，你说你得了抑郁症，要出国散心，去了整整2年，原来是帮别的男人生孩子去了。看你的反应，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吧？我居然头顶青青草原，帮别人养了这么多年孩子。老公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。骗了我这么多年，还想求我原谅？离婚，你给我净身出户！我嫁给了你20多年，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？凭你不要脸，被我捉奸在床，还敢分我的财产？你做梦！老钱是我的初恋，当初要不是看中你们沈家的地位，我怎么可能会嫁给你？你这个窝囊废，连你大伯都哄不好，1分钱都没有继承到，我还后悔嫁给你了呢。你贱人！妈，你太过分了！连你也怪我，也是不是我儿子？哥，我从小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，你居然骗我这么多年，你究竟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家人？哥，我也是前几年才知道我的身世，而且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，你不高兴吗？只要你愿意，志鹏爸爸也可以是你的父亲。我呸！谁想让这狗男人当我父亲？你别看不起人，志鹏爸爸在国外混得很好，一点也不比你爸差，而且他对妈特别专一，至今未娶。你爸，你颧骨凹陷，田宅宫狭窄，是郁郁不得志的面相，不可能混得好。沈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志鹏爸爸每次回国都给我和妈带大牌包包，不可能混得差。看你的面相，应该是跪着吃软饭的吧？你在国外应该已经结婚了，并且妻子很有钱，不过她在经济上对你管控很严格。你送给他们母女的包包，应该是从妻子那里偷拿的，对吗？沈婉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让志鹏弄死你？没错，小丫头，就凭我的实力，分分钟钟让你在京都待不下去。郑爷夫，我确实在国外结婚了，我老婆管我管得比较严，我跪着伺候母老虎久了，当然要时常回来，让淑敏好好伺候我。钱志鹏，你说什么？你个蠢货，我说什么你都信，都一把年纪了还不长脑子，我能睡你，你真是烧高香了。贱人，你敢打我？反了你！我跟你拼了！我去！打死你！我去！小月，
居然敢通知你爸去捉奸！现在我们被赶出沈家，志鹏爸爸也不要我们了，你开心了？让我开心，你们配吗？你个贱人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骂我的女儿！以前我才是你的掌上明珠，现在你居然动不动就打我！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贱人和软饭男生的野种，配当我的掌上明珠，只有婉婉这一个亲生女儿。是吗？我这个亲生女儿，可是你自己亲手放弃的。婉婉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小婉婉，你确定你爸爸会为你做主吗？爸爸虽然平时不跟我亲近，但我从来没有做错过事。我相信爸爸一定会帮我主持公道的。去吧。婉婉虽然没有浅浅讨喜，但你也不能把她推下山呐，这是杀人。老公，那我这不是切过头了吗？咱们有浅浅这一个女儿就够了，生完她没了就没了呗。事已至此，只能对外说她是自己掉下山的。就算找到尸体，别人也会认为她是自己摔死的。我进去收拾他们。我们这样进去，小婉婉就得留下来。你让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婉婉，别怕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你的亲人。你当年回来过？是，当年是你亲手放弃了我，甚至连把我遗体找出来入土为安的想法都没有。我的好父亲。是他，所以我不要去找你。任和明，你闭嘴！我讨厌沈婉，那是因为当年我意外怀了她，志鹏不要我。可你呢？你骨子里边比我还要凉薄，自私！你给我闭嘴！婉婉，你不要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。沈氏集团最近一直不景气，连上市都耽搁了，你一定要帮帮爸爸呀！沈氏集团马上就要破产，而你面相待寡，注定无后而终。胡说！沈氏集团只是暂时遭遇到危机，马上会好转，无后而终更是无稽之谈。就算沈思俭不是我亲生的，还有你和你哥。我说的无后而终，不是子女，而是孙辈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沈家再落魄，哥也不会娶不到老婆。婉婉，你一定有办法帮我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求他？那天晚上我说完江若依之后，我那方面就不太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婉婉，哥错了，哥就不应该偏心沈思俭。你原谅哥，帮帮哥啊！江若依是个死人，她身上邪气冲天，你睡了她，自然也会沾染上邪气。你的根就坏了，我帮不了你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当真要无后而终。沈玉不行，那不是还有沈婉吗？她是个女人，早晚要结婚生孩子。去死吧！
去死吧！都是你把我害成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该死！此生以我微薄之力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愿海晏河清，四海长平。